202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乔斯林在巴黎的酒店安详离世，享年84岁。大部分网友对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陌生，而他更为人熟知的是猫女这个别称。看到照片你或许恍然大悟，她就是那个经常和欧美女星一起登上八卦周刊的整容鼻祖猫女乔斯林。乔斯林男友向媒体的透露，当天晚上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乔斯林小睡了一会，结果当我叫他起床迎接新年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冷僵硬了。他是在睡梦中离开的。根据外媒的报道，乔斯林的死因是脑血栓导致了脑梗发作。从欧洲小镇姑娘到顶级社交名媛，再从豪门阔太到整容鼻祖，从坐拥巨额财富到生命的尽头，却一度需要靠救济金度日。乔斯林一生就像欧美八卦小报对他的评价一样，充满着戏剧色彩。这里是布比岛，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猫女乔斯林的故事。1940年，乔斯林出生在瑞士一个普通的家庭，天生美艳，五官精致深邃的她，17岁那年，对卢塞恩小镇生活感到厌倦的乔斯林，毅然决然地从瑞士跑了到巴黎闯荡。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她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乔斯林结交了一位电影制片人男友，凭借着男友的人脉，加之自己本身外貌出众，她很快在欧洲的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在那段时间，她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她不但考取了飞行员资格证，还精通当时富人阶级流行的狩猎活动。机会往往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一次肯尼亚狩猎活动中，她结识了狩猎场的主人，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法国亿万富翁亚历克·威尔顿斯坦。当时乔斯林已经和男友交往5年，而亚历克也有一个交往多年的模特女友。可当爱情的火花瞬间迸发之时，他俩谁也没挡住。之前的那段关系，在我看到乔斯林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她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女人。亚历克·威尔顿斯坦1978年4月30日，他们一起私奔到拉斯维加斯登记注册，正式结婚。结婚后，他们还生育了2个女儿，夫家家大业大。乔斯林的生活也极尽奢靡，丈夫将家里牧场的200栋建筑、2个游泳池、55个人工湖和366名仆人交给她管理。女儿戴安娜随便一件童装就是价值35万美元的香奈儿定制款连衣裙，女儿的生日礼物更是1000万美元的珠宝和300万美元的豪宅。乔斯林说，她当时和丈夫平均每个月至少要花掉100万美元，但婚后不久，乔斯林却开始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她曾表示，只因为丈夫说自己不喜欢和老人在一起，她便开始每天不断地观察自己的脸，担心着丈夫因为她逐渐衰老而不再爱自己。乔斯林开始越看自己越不顺眼，很快，乔斯林就去医院做了第一次眼部拉皮的整容手术，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她对整容的痴迷也开始一发不可收。据八卦媒体的说辞，因为亚历克很喜欢猫科类动物，乔斯林就投其所好，把自己的脸整得像猫一样。整容手术包括了面部拉皮手术、眼部手术、鼻子整形等，甚至包括了为了更好地模拟猫的外貌而进行的耳朵手术和牙齿移植手术。好友曾对乔斯林近乎自残式的整容方式感到痛心疾首。我想我从来没见过她有从伤痛中痊愈的时候。乔斯林费尽心机整容，本是想留住丈夫的心，没曾想也是整容让夫妻俩的关系愈加紧张。她的丈夫则表示，她简直疯了，以为做脸就像修理家具一样。我让她不要再动了，她就是不听。随着自己的脸越来越恐怖，丈夫对她的嫌弃也与日俱增。最终，乔斯林的丈夫公然出轨，带着21岁的女模特在他们的卧室偷情，被乔斯林捉奸在床。丈夫不但不羞愧，反而拿出一把枪威胁她，并因威胁罪被拘留了16个小时。这件事成了他们离婚的导火索。1998年，乔斯林和富豪老公正式离婚。虽然她失去了这段长达20年的婚姻，却也因此成为了首屈一指的超级富婆。他们的离婚案件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离婚案件之一。在那场浩浩荡荡的离婚官司中，
乔斯林获得了25亿美元的离婚赔偿金，而且在后续13年里，他还将分批获得了额外10亿美元的赡养费，也就是总计35亿美元。不过这笔分手费对他的巨富前夫来说似乎并没有元气大伤。离婚3年后，前夫亚历克就继承了父亲商业资产的一半，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之一，价值估计约100亿美元。创纪录的赡养费和乔斯林独特的面容，让她成为了国际小报争相报道的对象，媒体纷纷将她称为猫女。离婚以后，乔斯林的生活更加奢靡无度，她曾向媒体透露过，每年她光是电话费就要花掉超过6万美元，食物和红酒的开销需要54万美元，而这还只是九牛一毛。她十分热衷于买各种奢侈品和顶级名画，其余的各种收藏更是不计其数。2003年，乔斯林认识了一个比她小20岁的设计师男友。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位小男友却非常喜爱她整容后的容貌，一直不吝赞美之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被她的美丽和气质迷住了。我从事时尚工作，见过那么多超级名模，见过 T 台上最美丽的女人，但乔斯林身上有一种很多女人都无法比拟的魅力，有欣赏自己的伴侣，有享之不尽的财富。乔斯林的后半生本应无忧无虑地享受世界，可到了2016年，他的人生又迎来了巨变。挥霍无度的乔斯林正在面临经济压力，情绪极其不稳定。当年12月，两人在公寓中发生斗殴。据报道，乔斯林将一根燃烧的蜡烛扔到克莱恩脸上，用指甲抓他，甚至试图用一把剪刀刺他的胸部，而克莱恩则把他推倒在地。随后，乔斯林报了警，警方逮捕了克莱恩，并指控他犯有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故意破坏财产罪和重大盗窃罪，罪名是涉嫌偷窃手机和信用卡。乔斯林则因2项袭击罪被捕。一番全武行之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了。警方也以证据不足取消了对两人的指控。7月，克莱恩向乔斯林求婚，两人当时告诉媒体，他们各自被捕让他们意识到分开后他们有多么想念对方。然而没过几个月，两人又因为发生肢体冲突双双被捕，然后他们又和好了。就这样打打闹闹的过了21年，直到乔斯林去世，克莱恩一直陪伴在他左右。据称，两人一起吃了晚餐，准备小憩一下迎接新年。结果克莱恩醒来时，发现乔斯林已意外死亡。初步报告显示，他死于心脏衰竭。虽然乔斯林走得非常安详，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的却是入不敷出的生活。2015年，他前夫威尔顿斯坦的家人停止向他支付赔偿金。于是，尽管乔斯林获得的财富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多，但他还是通过整形手术、服装、珠宝、艺术品等奢侈消费，甚至每年数万美元的电话费，把这些钱挥霍殆尽。据统计，他一年的电话费能花掉6万美元，在美食和红酒的花费更是多达57万美元。至于名画、奢侈品，他更是大把出手，一买起来就停不下来。2018年，他申请破产。据报道，当时乔斯林将他的支票账户余额列为0美元，他的3套豪华公寓也被收回。从亿万富婆到一贫如洗，也不过10几年的时间。2023年6月，乔斯林声称，由于前夫家人断绝了他每年1亿美元的离婚赔偿金，他8年来没有任何收入，现在已身无分文，不得不靠着每月900美元的社保金艰难过活。在乔斯林离世后，媒体又爆出猛料，他去世前因为支付34万4千美元，约合人民币251万元债务，并且无视有关的多项法庭命令而面临被捕的情况。2024年12月31日，在进入新年的前夜，他平静离世，结束了追逐名利、充满争议的一生。从靠美貌游走在上流社会到痴迷整容，成为全球媒体嘲笑的对象；从亿万富婆享受不尽荣华富贵到不明一文、穷困潦倒，他84年的人生始终活得自我、自在又极具戏剧性。回顾乔斯林的一生，
他确实靠着自己的美貌实现了阶层的跃升，获得了锦衣玉食的一生，但名利、财富、美貌这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东西，是否给予过他真正所想要的快乐和幸福，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这里是波比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按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